你意外重生回90年代，第一件事就是抢过老外专家手里的认错书，并当众撕得粉碎。只因为上一世的今天，你耸在旁边不敢作声，导致工厂倒闭，6000职工下岗待业，而国家铁路被外资狠狠踩在脚下，欺负了几十年。后来你为了打破封锁，一面熬夜吐血，一面搞研发，结果却活活猝死在冰冷的实验室，那是你死都咽不下的屈辱。既然重活一世，即使拼了这条命，你也绝不让悲剧重演。车间主任老王扯着嗓子大喊：“林柱，傻站着干啥？快过来帮忙！”林柱回过神，踩着水坑大步跑过去。机车旁边围了一大圈人，龙兴厂厂长赵建国急得直跳脚，连雨伞都没顾上打，正对着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老外赔笑脸。这老外叫理查德，是外资公司派来的技术专家。这会儿他打着一把大黑伞，下巴快翘到天上去了，满脸看不起人。理查德用别扭的中文嚷嚷说：“机车坏了，全是你们龙国工人乱搞，涡轮增压器烧废了，这可不归他们管。”赵建国急得直拍大腿，说：“理查德先生，这车上坐的都是外国考察团啊，车停在这儿，咱们厂的脸就丢到国外去了。您先让维修队上手修成部。”理查德冷笑一声说：“行啊，换个新的涡轮增压器，加上他们的出诊费，一共50万美金。还有，你们得签个认错书。”一听50万美金，周围的工人全倒吸一口凉气。现在可是1994年，50万美金换成人民币那是几百万。龙兴厂累死累活干一年都挣不到这么多，要是赔了这钱，厂子明天就得倒闭，大伙全得回家抱孩子。老王气得脸红脖子粗，指着理查德骂说：“你们这是明抢，平时保养全听你们的，出了事凭啥赖他们工人？”理查德肩膀一耸，双手一摊，说：“你们技术太差，根本玩不转这种高级货，要么拿钱，要么让外宾在车上干等着，反正丢脸的又不是他们。”赵建国双腿发软，差点一屁股坐泥水里。外宾专列晚点可是天大的事故，他这厂长干不成事小，厂里几千口人的饭碗可就砸了。赵建国咬着牙说行，他签，眼泪都在眼眶里打转。一声大吼猛地响起，林柱推开前面的人，大步走到赵建国跟前，一把抢过理查德手里的认错书，当着所有人的面刺啦几下，撕得稀烂，直接甩在泥水里。周围一下子安静了，就剩哗啦啦的下雨声。老王吓得脸都白了，伸手要去拽他，说：“林柱不想干了。”林柱一把甩开老王的手，指着理查德的鼻子冷笑，说：“50万美金，你想钱想疯了吧？这破车明明是你们自己设计有毛病，还想往我们龙国工人头上扣屎盆子。”理查德愣了一下，接着像看傻子一样大笑起来，说：“一个打杂的技术员也敢说他们的设计有问题？你懂内燃机吗？”林柱根本不跟他废话，脑子里意念一动，系统立刻开始干活，眼前弹出蓝色光幕，提示目标进口内燃机车扫描完毕，故障点在涡轮增压器死锁，原因是润滑油路回流管设计过窄，误差有3毫米，高负荷下散热不行，导致转子爆死。看着这提示，林柱心里彻底稳了，他死死盯着理查德，声音大的盖过雨声，说：“你们这台车润滑油路的回流管做的太窄，比标准尺寸足足小了3毫米，只要全速跑上2个小时，油温立马飙高，散热根本跟不上，最后涡轮增压器的转子直接卡死。”问理查德他说的对不对？这话一出来，理查德的笑声瞬间卡在嗓子眼里，眼珠子瞪得溜圆。他怎么知道的？这个设计毛病连他们公司内部也只有几个核心工程师才知道，他们本来就是想借着这次专列出事把责任推给龙国，顺手敲诈一笔巨款，再偷偷把零件换掉。看着理查德那副活见鬼的表情，赵建国和老王都傻眼了，难道这小子真说准了？理查德有点结巴，脸憋成了猪肝色，说：“你胡扯，说这是最先进的技术，你们龙国人根本看不懂。”林柱往前逼近一步，说：“看不看得懂，拆开看看不就明白了？”眼神死死咬住他，说：“你不敢让我们拆，就是怕大伙发现你们卖给我们的根本就是个带病出厂的残次品。”周围的工人这下全听明白了，全都炸了锅，说他娘的，原来是这帮孙子坑人，拿坏东西骗钱，还倒打一耙。理查德看情况不对，干脆耍起无赖，扯着嗓子喊说：“就算你知道了又能咋样？现在转子已经卡死了，整个增压器成了一坨废铁，这种精细玩意儿必须运回他们国家的原厂，用专门的设备才能拆，你们根本修不了，外宾专列照样得烂在这儿。”赵建国刚亮起来的眼神又暗了下去。是啊，就算知道是老外的错，可车现在死在铁轨上，外宾还在车上发脾气，修不好车，这关还是过不去。林柱扑哧一声笑出来，说：“运回原厂用专门设备，就这破铜烂铁还当个宝贝了。”理查德气得指着林柱的鼻子说：“吹牛谁不会？你要是能修好，我把这把伞生嚼了。”林柱扬言3小时修好并打赌，顶着大雨直接爬上车头，一把掀开引擎盖，一股混着机油味的滚烫热浪直扑脸上。他抹把雨水，低头看去，涡轮增压器卡在排气道旁，外壳早被高温烧得发蓝，像个铁疙瘩死死咬在一起，纹丝不动。林柱转头冲下面喊：“让王师傅去库房提2罐液氮，再拿一把火力最猛的大功率汽油喷灯，最后带一把8磅重的大铁锤。”这话一出，底下的人全愣了。老王抹把雨水，扯着嗓子问：“林技术员拿这些干啥？咱这是修精密设备，又不是打铁。”赵建国在底下急得直搓手大喊：“让小林别乱来，那增压器轴承精度按毫米算，你拿大铁锤一砸不就彻底报废了？”打伞的理查德听完翻译，先是一愣，接着在雨里放声大笑，说：“疯了，你们龙国人彻底疯了！液氮、喷灯、铁锤，你们以为在修拖拉机？这是最先进的精密机械，用这么野蛮的办法只会把转子彻底毁掉。赵厂长，我警告你，他敢这么干，你们机车厂得赔偿所有损失。”赵建国被这一下也没底了，仰头喊小林：“要不再想想别的招？”没别的招，这叫热胀冷缩，初中物理都学过。林柱站在车头上盯着他们，这帮老外把次品卖给咱，转子和外壳间隙太小，一发热就卡死，硬拔肯定拔不出，只能用极端温差逼他们分开。王师傅快去，出了事我林柱一个人顶。老王一咬牙转身往车间跑，没10分钟，他推着小车，带着2罐冒白气的液氮，一把大喷灯和一把大铁锤跑回来。林柱把东西全吊上车头，戴上后帆布手套，脑子里叮的一声，超级工业系统启动，视线里弹出一个半透明屏幕，卡死的
的涡轮增压器变成三维透视图，红色外壳和蓝色内轴死死咬合，旁边跳动着各项数据，目标锁定为 ND5 型机车废气涡轮增压器。故障原因是热膨胀导致转子轴承抱死，系统正在计算最佳分离方案，计算完毕后直接启动热应力辅助模块，实时监控金属疲劳临界点。林柱深吸一口气，拧开液氮罐阀门，接上细管，都躲远点！他大吼一声，管口对准增压器最核心的转子轴心，阀门一开，零下196度的液氮嘶嘶叫着喷在金属轴上，白花花的冷气立马炸开，整个车头罩在白雾里，金属遇到极寒发出刺耳的咔咔声，听得下面的人直起鸡皮疙瘩。系统屏幕上，内轴温度条疯狂下降，体积收缩率数据不断跳动，从 0.01 毫米一路降到 0.02 毫米。理查德在下面气得直跳脚，住手！极寒会让金属变脆，你会把主轴冻裂的，你这个野蛮人！林柱压根不搭理他，看着内轴收缩的差不多，一把关掉液氮，右手抄起大功率汽油喷灯，呼的一声，幽蓝火苗喷出1米多长。林柱把喷灯对准增压器外壳，绕着圈猛烤，一边是零下100多度的极寒内轴，一边是几百度高温猛烤的外壳，冰火两重天。增压器里发出嘎巴嘎巴的闷响，跟骨头错位似的。赵建国吓得捂住耳朵，拉着老王往后退了好几步，这要是炸了，车头非得掀翻不可。理查德连伞都不要了，吓得抱头蹲在远处泥水里，嘴里不停念叨：完了，全完了，肯定要爆炸了。林柱死盯着系统屏幕，屏幕提示外壳膨胀率达到 0.05 毫米，内轴收缩率达到 0.03 毫米，金属晶界咬合力正从 90% 一路狂降到 10%， 紧接着弹出红字警告，温差即将突破金属疲劳极限，预计3秒后发生不可逆断裂。3、2，就是现在！林柱一把扔掉喷灯，双手抄起8磅重的大铁锤，高高举过头顶，看准系统标记的绿色受力点，腰部猛地发力，大吼一声，狠狠砸下去，当的一声巨响，火星四溅，没爆炸也没碎裂，只听咔嗒一声脆响，死死咬在一起的转子和外壳顺溜地划开一条大缝，里面卡住的金属碎屑和碳渣稀里哗啦掉了一地，分开了。林柱扔下铁锤，用钳子夹住转子边缘，轻轻一拉，整个转子芯包完好无损地抽了出来。林柱冲下面招手喊老王上来看看，老王和赵建国连滚带爬上了车头，伸着脖子一看，下巴都快掉地上了。转子轴承光洁如新，连道划痕都没有，外壳也完好无损，刚才还卡死成一块铁的精密设备，硬生生被林柱用这粗暴法子给拆开了。老王激动的直拍大腿，说神了，真他娘的神了！冰火夹击一锤定音，林技术员你这手艺绝了！赵建国激动的眼眶通红，一把抓住林柱胳膊问小林没坏吧，真没坏吧？林柱说好着呢，拿起抹布快速把烧焦的机油和碳渣擦干净，说这玩意儿本来就没坏，就是他们出厂时公差没算准，间隙留小了，我刚才这一动一烤，把多余的金属毛刺全挤掉了，现在装回去比原来还要顺滑许多。林柱手脚麻利的把转子重新塞回外壳，拧紧螺丝，盖上引擎盖，他直起腰冲驾驶室里的司机打手势喊打火，司机搓搓手按下启动按钮，嗤嗤2声，启动电机转了2下没动静。底下的理查德刚从泥水里爬起来，一听这动静立马得意了，哈哈笑着说我就说没用，精密设备已经被你们砸烂了，准备赔钱吧。话音刚落，司机又按了一次按钮，轰的一声，低沉有力的咆哮猛地从车头炸开，排气管喷出一股粗壮黑烟，12缸柴油发动机开始平稳运转，隆隆隆隆，整台机车微微震动，车头大灯刷的亮起，刺眼灯光直接撕开雨幕，转速表稳稳停在正常数值。修好了，外宾专列动力恢复了。周围工人愣了2秒，立马爆发出震天欢呼，工人们喊着修好了，咱们自己修好了，林技术员牛逼，去他娘的老外专家还得看咱自己人。赵建国激动的在雨里直转圈，连声喊好，说好小子，你救了咱们整个厂啊！林柱拍拍手上的灰，从车头一跃而下，稳稳落在月台，径直走到理查德面前。理查德浑身泥水像只落汤鸡，死盯着轰鸣的机车，满脸见鬼的表情，嘴唇直哆嗦，说这不可能，这不符合科学。林柱捡起地上的黑伞，一把塞进理查德怀里，满脸嘲讽的盯着他说，你们的机器有设计缺陷，间隙公差连最基本标准都没达到，还敢拿来卖高价，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先进技术。理查德死死抓着伞，脸色铁青，一句话也憋不出来。龙兴机车厂的会议室里安静的出奇，厂长赵建国坐在最前头，手里夹着烟，烟灰烧了老长都没弹，他两眼通红，头发乱得像个鸡窝，底下30多个车间主任和老技术骨干全都耷拉着脑袋叹气。赵建国猛拍桌子，把烟头按死在烟灰缸里，问都说话哑巴了。赵建国说平时一个个挺能吹牛，现在铁道部大提速文件下来了，要咱们半个月内交出120公里时速的机车方案，怎么全都不吭声了？一车间主任老王搓着满是老茧的手，苦着脸说，厂长，真不是咱们不干，就咱们厂现在的设备和技术，造出来的车最多跑80公里，要是硬拉到120公里，车轱辘都得飞出去，车厢非得散架不可，根本没法跑高速。老技术员老李头眼眶通红说，核心技术全在老外手里卡着，咱们连个图纸都没见过，半个月时间拿头去造啊！赵建国眼圈也红了，声音直打战说，交不出方案，部里就不给订单，没订单咱们厂就得破产清算，6000多号职工，6000多个家庭，6000多号职工全得下岗回家喝西北风。这话一出，会议室里响起一阵抽泣声，老李头捂着脸直掉眼泪说，我18岁进厂，干了快40年了，这厂子就是我的家，要是厂子没了，我这张老脸往哪搁？一家老小吃啥去？几个5大3粗的汉子也红了眼，捏紧拳头狠砸大腿，砰的一声，会议室的门被人一脚踹开，理查德穿着一身笔挺西装，带着2个翻译大摇大摆走进来，他下巴抬得老高，满脸嘲笑。理查德拉开椅子坐下说，赵厂长，看来你们的会议开得很悲伤啊，
他把一份厚厚的文件啪地摔在桌上，说：“这是收购合同，只要你签了字，我们公司立刻接手龙兴厂。”赵建国死死盯着那份合同，手都在抖，说：“理查德先生，你们出价300万就要买走我们整个厂，这连买地皮的钱都不够，简直就是抢劫！而且你们还要裁掉80%的工人，这5000多人去哪吃饭？”理查德往椅背上一靠，翘起2郎腿，摊开双手说：“赵，你要认清现实，你们连最基础的120公里转向架都造不出来，这厂子就是一堆废铜烂铁，300万已经是看在上帝的份上施舍给你们的了。”他掏出一支金刚笔扔到赵建国面前，冷笑着说：“签了吧，你们龙国人连炼钢的炉子都是我们淘汰下来的废品，还想造高速列车？乖乖给我们当组装工人，每个月领点生活费。”理查德轻蔑的嘲讽：“总比饿死强吧？”老王气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，猛地站起来指着理查德鼻子大骂：“你放屁！我们就是去要饭，也不给你们当狗！”工人们纷纷站起来，气得满脸通红，喊道：“对，大不了一起死！”理查德看都不看他们一眼，冷哼一声说：“骨气能当饭吃，不签字，你们半个月后连废铁都卖不出去，到时候你们连要饭都找不到地方。”会议室里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像被掐住脖子没声了。赵建国脸色惨白，像是一下子老了10岁。他看了看满屋子的老伙计，又看了看桌上的合同，他心里清楚，没技术，龙兴厂就是死路一条。他手直哆嗦，慢慢拿起桌上的金刚笔。老李头急得直拍大腿，喊道：“厂长，不能签啊！”工人们急得直喊：“厂长，签了咱们龙兴厂的脊梁骨就断了。”有几个已经掉下眼泪。赵建国闭上眼，眼泪顺着皱纹滑下来。他咬着牙，把笔尖对准签名处，手抖得像筛糠一样。啪的一声，一只粗糙有力的大手猛地伸过来，一把按住那份合同。赵建国愣住了，猛地睁眼抬头看去，林柱不知什么时候走进会议室，站在桌边，死死盯着理查德。赵建国问林柱干什么，林柱没说话，一把扯过收购合同，双手一用力，撕啦一声，厚厚一叠合同直接被撕成2半。接着又是几下，合同被撕得粉碎。林柱手一扬，碎纸片砸了理查德一头一脸。林柱说：“拿这种废纸来骗厂子，真当我们龙国人好欺负？”林柱拍了拍手上的纸屑，冷笑一声。理查德猛地站起来，脸气得通红，指着林柱大骂他疯了。理查德说：“昨天林柱运气好修好了车，今天这可是整个厂子的命。”理查德问林柱：“撕了合同拿什么去竞标？拿什么救厂子？”理查德说：“你们全都得完蛋。”林柱问理查德：“谁告诉他我们没有技术？”看着他像看个傻子。理查德气笑了，指着一屋子的老工人说：“就凭你们。”理查德说：“你们要是能造出120公里的转向架，他把这张桌子吃下去。”林柱说：“120公里算什么东西？”转过身，大步走到会议室最前头的黑板前，一把抓起粉笔，脑子里叮的一声响，超级重工系统已激活，当前载入160千米每小时高速转向架图纸及力学模型，系统提示检测到当前工业基础薄弱，已自动优化图纸，替换为现有废旧材料可加工的最优方案。林柱没停顿，手腕一抖，粉笔在黑板上刷刷刷的画起来，线条又快又直，根本不用尺子，一个个复杂的机械结构在黑板上迅速成型。会议室里所有人都看傻了。老李头懂技术，他揉揉眼往前凑了2步，顺着线条看下去，越看眼睛瞪得越大。老李头最后连气都喘不匀了。老李头说：“这是转向架的侧架，不对，这结构怎么这么怪？”老李头盯着那转向架，发现中间似乎加了什么陌生部件。林柱头也不回，边画边大声说：“这是交叉感柔性定位结构。”林柱说：“传统的刚性定位在高速下会产生剧烈蛇形运动，说白了就是轮子乱晃，所以你们的车跑不到120公里就得散架。”林柱说：“加上交叉感，利用力矩平衡原理就能抵消横向冲击力，让车稳稳当当的跑。”粉笔挥直往下掉，不到3分钟，一张精密的像印出来的转向架3维草图就填满了半块黑板，上面的尺寸、公差、受力点标的清清楚楚。林柱扔下粉笔，拍拍手上的灰，转头看向赵建国。林柱说：“厂长，这卖身契不能签。”林柱声音不大，但字字响亮，说：“部里不是要120公里的方案吗？我给他们160公里的。”这话一出，整个会议室的人都惊呆了。160公里，现在全国跑得最快的火车也才勉强跑到100公里，160公里，那是在天上飞吗？赵建国嘴唇直哆嗦，手里的钢笔掉在桌上。赵建国说：“林柱别开玩笑，这可是军令状，闹着玩的吗？咱们连120公里都搞不定，你哪来的160公里图纸？”林柱说：“没开玩笑，指着黑板上的图纸说：图纸全在我脑子里，半个月不用买老外1颗螺丝钉，我就用厂里后院那堆废料，带人亲手敲出一个160公里的转向架。”理查德瞪大眼睛看着黑板上的图纸，虽然看不懂全部细节，但那结构设计让他心里直发慌。但他马上反应过来，大声嘲笑的直不起腰，说：“半个月用废料手工打造，你以为这是捏泥巴吗？没有精密机床，没有特种钢材，你拿什么造？做梦呢！”林柱根本不搭理他，死死盯着赵建国，说：“厂长，反正都是死，不如让我搏一把。半个月后，如果转向架上不了环形铁道测试，我林柱卷铺盖滚蛋，绝不连累厂里。”赵建国看着林柱，又看了看红着眼满脸期待的老工人们，他猛地站起来，一巴掌拍在桌子上，震得茶杯直响，说：“好，老子信你一回。”赵建国咬着牙，脖子上青筋直冒，说：“半个月，全场的人力物力随你调，拼了这把老骨头了。”理查德气得跳脚，脸都绿了，指着他们喊：“疯子，你们全都是疯子！半个月后，我看你们怎么哭着求我买这堆废铁。”说完，理查德一把推开椅子，带着2个翻译黑着脸摔门走了。会议室里安静下来，只能听到大伙粗重的喘气声。老李头咽了口唾沫，死死盯着黑板上的图纸，又看了看林柱，声音直发飘，问林小子：“你说的这160公里真能造出来？”林柱点点头，没吭声。会议室
室里没安静多久，林柱扔掉粉笔，拍拍手上的灰，转头看向老李头，说：“李叔，去叫上车间里手艺最好的几个师傅，带上家伙事。”林柱带着众人往厂子后头的废料厂走去。老李头愣住了，眼珠子瞪得老大，问：“去废料厂干啥？”林柱丢下话，说：“捡破烂，造机车心脏。”头也不回往外走。半个钟头后，龙兴厂后山废料厂，这地方堆得像座小铁山，全是厂里淘汰的废旧钢管、报废轮队和生锈铁皮。风一刮，刺鼻的铁锈味直往鼻窟窿里钻。5个干瘦的老工人站在废铁堆跟前，大眼瞪小眼。一个光膀子汉子挠挠头，满脸不信，问林技术员：“你没拿咱们开涮吧？就用这些生锈的破烂造160公里的转向架，这玩意儿要是上了铁道，还不当场跑散架了？”林柱没接话，直接挽起袖子跳进废铁堆，弯腰翻找。他捡起一根生锈铁棍，在一堆钢管上敲敲打打，听着当当的动静，伸手一指，说：“这根高碳钢管子还能用，截断拉走。”接着他又扒拉出一块断了一半的黑铁板，喊道：“这块弹簧钢板虽然断了，但剩下的部分正好拿来做减震垫。装车！”他像个捡漏行家，把一块块脏兮兮的铁疙瘩往外扔。老李头见状，一咬牙跺脚喊：“都愣着干嘛？厂长都把命押上了，干！听林小子的！”几个老工人纷纷跳进废铁堆，推着独轮车把林柱挑出来的材料一车车往第3车间拉。材料刚卸在车间地上，当啷当啷响成一片。厂里的老技术员陈工背着手溜达过来，他戴着酒瓶底厚的眼镜，低头瞅着满地废铁，眉头拧成大疙瘩。老陈气得直跳脚，指着一块刚搬下来的生锈钢板大嚷：“林柱，你懂不懂什么叫材料力学？你懂不懂什么叫金属疲劳？”林柱拿着卷尺量尺寸，头都没抬，说：“陈工有话直说。”老陈大步上前，说：“160公里的时速，那震动有多大？你算过吗？”老陈拿脚使劲踢了踢地上钢管，震得脚生疼，说：“你打算用什么结构？咱们厂以前用的那种传统 H 型构架根本撑不住，国外用的都是大型数控机床搞出来的整体铸造，你拿这些废铁手工焊，做梦呢！”老陈越说声音越大，脸都涨红了，说：“手工焊的焊缝里全都是应力，一跑起来，速度一上去，共振一加剧，交叉杆当场就得断裂，到时候车毁人亡，谁担得起这个责任？”老李头等几个工人听得心里发毛，手里刚拿起来的焊枪又放下了。大伙心里清楚，老陈说的在理，转向架就是火车的腿，腿要是软了，跑得越快死得越惨。龙兴厂穷得叮当响，根本没大型数控机床做整体铸造，全靠人手拿焊枪去焊，那误差和内部应力在高速运转下就是催命符。老陈叹口气，语气软下来，说：“小林啊，听老叔一句劝，去跟厂长认个错算了。理查德那帮外资专家虽然说话难听，但人家技术确实摆在那，你用废料造转向架，这就是拿大伙的命开玩笑，也是拿咱们厂最后一口气开玩笑。”车间里静得吓人，几个工人都直勾勾看着林柱等他拿主意。林柱站直身子，随手把卷尺扔桌上，说：“整体铸造确实好，但咱们现在没那个条件，所以我不用传统结构，我用交叉杆柔性定位结构。”老陈愣住了，推推眼镜，说：“什么柔性定位？听都没听过。”林柱转过身，深吸一口气，说：“马上你就见到了。”脑子里叮的一声，系统提示音响了，工业模拟器已激活，疲劳测试模拟开启，正在构建力矩平衡模型。一眨眼功夫，林柱眼前出现一张只有他能看到的蓝色全息图纸，地上的废旧钢材在全息图里变成了红绿相间的受力模型，哪里容易断裂，哪里受力最大，全用红光标的清清楚楚。系统飞速计算，直接给出最优的切割角度和焊接方案。林柱大吼一声，抓起气割枪，说：“李叔，开工！这根钢管从中间斜切30度，误差绝对不能超过1毫米。”老李头被这一嗓子喊出血性，一咬牙拉下面罩，说：“好嘞，干他娘的！”呲啦一声，火花四溅，白光瞬间照亮昏暗的车间。林柱根据系统给出的受力点，亲自站在旁边指挥每一步。林柱说：“老王，把这块弹簧钢扔进炉子里加热到800度，然后马上拿出来用冷水淬火，我要它的硬度再提3成。”林柱说：“刘师傅，这道焊缝千万不能平焊，要用鱼鳞焊的手法，焊完立刻拿大锤使劲敲，把里面的应力全给我砸出去。”遇到最要命的交叉杆连接处，林柱嫌别人动作慢，直接抢过老李头手里的焊枪。他死死盯着眼前的系统面板，面板上红光狂闪，当前节点受力已达临界值，建议调整焊接角度，向下倾斜15度，采用分段退焊法。林柱手腕一转，焊枪喷出蓝色电弧，焊条在极高温度下融化成铁水，完美填补钢管之间的缝隙。他动作快得像机器一样精准，没一点停顿。当当当，刚焊完1寸，旁边的光膀子工人就抡起几10斤重的大锤，照着通红的焊缝猛砸下去，火星子崩得满天飞，落在工人胳膊上烫出一个个红点，但没人吭声。这种土办法看着粗糙，却是目前唯一能最大程度释放焊接内部应力的法子。整整7天7夜，第3车间的灯就没灭过。林柱和几个老工人吃喝拉撒全在车间解决，饿了啃冷馒头，困了就在全是灰的废纸箱上眯一会，每个人脸都熏得漆黑，眼睛熬得通红布满血丝。系统的提示音不断在林柱脑子里刷新，力矩平衡度达到92%，力矩平衡度达到96%，结构疲劳寿命测试通过。第7天清晨，阳光顺着破玻璃窗照进车间，当啷一声，林柱扔下铁锤，瘫坐在地，大口喘粗气，汗水顺着下巴往下滴。老李头靠在墙根，两手抖得连旱烟都点不着。车间正中央的空地上停着一个通体漆黑的钢铁巨兽，这就是他们7天7夜的心血，全新的转向架。它没外资产品那种光滑发亮的烤漆，表面全是粗糙的鱼鳞焊缝和被大锤砸出来的坑洼痕迹，看着像个东拼西凑的缝合怪，但它结构极其稳固紧凑，两根粗壮的交叉杆像2只有力的铁臂，死死锁住下方的轮队，透着一股野蛮硬核的工业力量感。老陈听到动静，
端着印红字的茶缸子急匆匆跑进来。他围着这丑八怪转了足足3圈，掏出卡尺量了几个关键连接部位，脸色变了又变。老陈推滑到鼻尖的眼镜，还是把头摇得像拨浪鼓，说尺寸倒是对上了，可这工艺太糙了，全是手工焊出来的疙瘩，连个超声波探伤都没做。这玩意儿别说跑160公里，跑上80公里就得散架。林柱这就是瞎折腾，上了铁道绝对出事。林柱没搭理他的质疑，直接拍板说拉到环形线测试。老陈气得直跺脚，拿卡尺的手直哆嗦，问厂长真由着他胡闹？这转向架连个减震弹簧都是从废料堆里扒拉出来的，要是上了环形线跑飞了怎么办？厂长咬着牙满头是汗，死盯着那个粗糙的黑疙瘩转向架。过了几秒，他用力一挥手说死马当活马医，外资逼上门了，咱们不拼一把，龙兴厂明天就得关门，叫拖车。半天后，国家环形铁道测试场，巨大的环形钢轨绕着荒地铺开，一眼望不到头。今天这里人挤人，看台正中央坐着部委领导，旁边全是从各地赶来的机车厂代表。看台右边，理查德带着10几个外资工程师，个个穿着笔挺的西装，端着咖啡杯，一脸看好戏的样。一辆银亮亮的进口机车停在轨道起点，这是理查德他们公司带来的最新款，号称能跑160公里，专门来抢龙国铁路大提速订单的。部委领导摆了摆手，说了声开始吧。银色机车发出一声脆响，顺着轨道滑出去，大屏幕上马上亮起车厢内部的监控画面和实时速度，80、100、120，车子跑得飞快。理查德放下咖啡杯，用生硬的中文冲看台大喊：理查德说，各位领导，看看他们的技术，平稳安全，这就是现代工业。他话音刚落，大屏幕上的速度跳到了130公里每小时。就在这一秒，画面里的车厢剧烈哆嗦了一下，测试桌上的半杯水疯狂晃荡，水花直接溅洒一桌。紧接着，车厢连接处传出嘎吱嘎吱的刺耳摩擦声，连监控镜头都跟着上下抖。外籍试车员在对讲机里大喊报告，车体出现横向共振，无法继续加速。看台上一阵嘀咕，部委领导的脸沉了下来。理查德满脸得意一下僵住，一把抢过对讲机喊了句减速，赶紧往前走一步，大声辩解说不怪他们的车，是龙国的铁轨铺得太差，弯道曲率根本不达标，这种破烂基础跑再快就得翻车。他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，周围的龙国工程师气得直咬牙，可也没法反驳，毕竟咱们的铁轨确实老旧。林柱沉着脸冲拖车司机打了个手势，说把他们的车拉上来。一辆掉漆严重，看着起码有20年车龄的老绿皮机车被拖到起点，车底下装的正是林柱他们7天7夜手工砸出来的黑疙瘩转向架。理查德带着几个外资专家凑过去看了一眼，指着车底大笑起来，说林是不是疯了？这堆废铁连烤漆都没做，焊缝糙得像狗啃的，没有电脑校准，没有激光探伤，全是大锤砸出来的坑，就这玩意儿也敢上测试线，这是工业垃圾。一个外资专家连连摇头，说上去绝对会散架，这是拿命开玩笑。老陈在一旁急得满头大汗，死死拉住林柱的胳膊，说林柱算了吧，老外说的对，咱这纯手工打的，万一在弯道上散架了，连人带车都得完蛋啊。林柱一把甩开老陈的手，走到理查德面前，一把推开他，说好狗不祷告，睁大你的眼睛看好了，什么叫龙国工业？说完，他2步跨上铁梯，钻进驾驶室，一把关死车门。林柱坐上驾驶位，右手死握加速杆往上一推，喊了声给电。老机车发出一声低吼，粗壮的车轮重重压上钢轨，稳稳窜了出去。看台上的大屏幕马上切到这辆老车的监控画面，速度表上的数字开始往上跳，60、80、100。理查德抱着胳膊冷笑说，看着吧，过不了120，那堆破烂就得解体。林柱盯着前方的铁轨，脑子里的系统面板亮起蓝光，受力分析开启，交叉干应力正常，抗扭转强度100%，轮对贴合度完美，这就是系统厉害的地方。别看外表糙，每一个垂点，每一道焊缝都卡在最完美的力学节点上。林柱咬着牙说了声再给点劲，把加速杆又推了一截，120、130。老机车带着一阵狂风从看台前呼啸而过，刮得理查德西装下摆直扑腾，头发乱成一团。理查德脸上的冷笑没了，他死盯着大屏幕，画面里的车厢稳得很，一点杂音都没有。刚才外资车在这个速度晃得像筛糠，现在这辆老车却稳如老狗。理查德急得大叫说这不可能，肯定没到130，测速仪坏了。林柱根本听不到外面的声音，眼里只有前方的弯道，140、150，车轮压过钢轨接缝处，发出震耳的哐哐声，看台上的玻璃窗都被震得嗡嗡响。理查德放在桌上的咖啡杯直接被震落在地，摔得粉碎。整个测试场一点声音都没了，所有人都站起来伸长脖子盯着屏幕。老陈连呼吸都忘了，死抓着看台铁栏杆，指甲都掐白了。厂长张着嘴半天合不拢。林柱大吼一声破，把加速杆一把推到底，数字死死定格，160千米每小时。老机车像一头狂奔的黑铁猛兽，在弯道上贴地飞行，巨大的离心力扯着车体，但底下的黑疙瘩转向架死死锁住轮队，把整台车牢牢钉在铁轨上。就在这时，林柱松开一只手，他在工作服口袋里摸了摸，掏出一枚还带着机油印子的1块钱硬币。大屏幕特写镜头马上拉近，对准他的手。林柱把硬币放在金属窗台上，2根手指捏住边缘，找准平衡，硬币直接竖了起来。全场人的心都提到嗓子眼，大气不敢喘。镜头拉到最大，硬币边缘的锯齿纹路清清楚楚。林柱松开手，列车正以160公里极限时速在弯道狂奔，窗外风景糊成一片绿光，狂风呼啸。可那没立在窗台上的硬币死死定在那，不晃不倒，连一丝颤动都没有。硬币表面的花纹在镜头下清清楚楚，反着亮光。旁边的时速表指针死死卡在160的红线上，1秒、2秒、10秒过去了，硬币稳稳当当。老陈双腿一软，直接瘫坐在地，眼泪都出来了，嘴里念叨着我的老天爷。理查德双手抱头，眼睛瞪得快掉出来，嘴里不停念叨。理查德说不科学，这绝对不科学，纯手工敲出来的
的东西，连图纸都没有，怎么可能比我们的精密机床还稳？这不可能！外资专家们个个脸色惨白，全傻眼了。刺耳的刹车声响起，老机车减速溜车，最终稳稳停在看台正前方。车门推开，林柱跳下车，手里捏着那枚硬币，大步走到看台下。全场安静了2秒，紧接着爆发出一阵掀翻顶棚的欢呼声。龙兴厂的工人们抱在一起，又蹦又跳。部委领导站起身，用力拍巴掌，手心都拍红了。紧接着，看台上所有人起立鼓掌，掌声像打雷一样响彻整个测试场。林柱把硬币往半空一抛，稳稳接在手里，盯着脸色发白的理查德冷冷开口：“看清楚了，龙国轨道只有龙国车最懂。”环形铁道的测试刚结束，龙兴厂的工人们还没从兴奋劲里缓过来，林柱直接把大伙拉回了现实。厂长办公室里，林柱把一张大图纸重重拍在桌上，指着图纸上方头方脑的老式机车说：“底盘是稳了，但这车头绝对不行。”老陈凑过来，一脸纳闷：“林工，咱们这车头用了几十年，挺结实的啊，刚才跑160公里也没散架。”“那是没散架，但你算过风阻没有？”林柱拿起红笔，在方车头上画了几个大箭头，速度上到160公里，迎面撞过来的风就不再是空气，那是一堵水泥墙。咱们这方头撞上去，风全堵在车头前面，不仅费电，还会产生巨大的气流漩涡，把车厢扯得左右直晃。老陈听得直挠头，那你说咋办？把车头削尖？林柱没废话，直接翻开第2张图纸拍在桌上，图纸上画着一个全新的车头，线条顺滑，车头微微向下压，两侧带着饱满的弧度一路向后延伸，看着就像一条在水里游的鱼。这叫中华巡流线型车头。林柱指着图纸说：“风吹过来，会顺着这些曲面直接滑走，一点阻力都不留。换上这个头，咱们的车跑160公里，稳得像在地上走。”厂长赵德彪盯着图纸看了半天，眼睛先是一亮，跟着又暗了下去。他叹了口气，摸出半根烟点上，皱着眉头说：“林柱啊，你画的这东西确实漂亮，但咱们厂哪有设备造这个？造不出来吗？”林柱反问：“真造不出来？”赵德彪猛抽了一口烟，这种带弧度的曲面，咱们那些老式冲床根本压不出来，要造这个得用国外的5轴冲压机，那玩意儿不仅贵得吓人，人家老外还对咱们禁运，给钱都不卖。正说着，门外传来一阵阴阳怪气的笑声，理查德带着几个外方技术员大摇大摆地走进来。他虽然在底盘测试上吃了瘪，但一提到设备，他又觉得自己行了。赵厂长说的对极了。理查德摊开双手，满脸得意：“林先生，我承认你在转向架上有点本事，但空气动力学外形靠的是顶级的高精度机床，你们龙兴厂只有几把破锤子和快报废的老冲床，想造流线型车头，做梦去吧！”林柱转过头，冷冷盯着理查德：“我们的事轮不到你来操心。”理查德耸耸肩，装出一副好心提醒的样子：“林先生，别硬撑了，你们买不到5轴冲压机，这车头你们绝对造不出来。不如这样，你们直接从我们公司买现成的车头，价格嘛，我们可以给你打个9折。”林柱冷笑一声说：“买你们的车头！”直接把图纸卷起来抓在手里。林柱问理查德：“是不是觉得离了他们那些机器，我们龙国人连铁皮都不会打弯了？”理查德撇撇嘴说：“没有机器，你们拿什么造？用手捏吗？”林柱说：“对，就用手。”把图纸往赵德彪怀里一塞，大步往外走，叫老陈叫上车间里所有8级以上的钣金工，带上锤子跟他去1号厂房。理查德愣在原地，跟着大笑起来，说：“疯了，他真是疯了！用锤子敲出空气动力学曲面，他以为这是在街边补锅吗？”半小时后，1号厂房里站满了人，几十个老钣金工手里拿着各式各样的锤子，围在一块巨大的平整钢板前，大眼瞪小眼。老陈咽了口唾沫，小声问林工：“咱们真要用锤子敲？这可是2毫米厚的特种钢板啊，硬的跟石头一样，敲坏了一点，整块板子就废了。”林柱说：“敲得坏那是手艺不到家。”脱下外套，随手扔在旁边的架子上。他走到工具箱前，挑了一把特制的木锤，又拿了一个带弧度的铁针垫在钢板下面。脑子里叮的一声，系统提示音响了。工程大师系统已激活，正在扫描当前材质特种碳钢板。大师级冷做钣金工艺已加载，曲面受力图谱已生成。眨眼间，林柱眼前的视线变了，那块平平无奇的钢板直接浮现出一张只有他能看见的密集网格，网格上闪着红绿相间的光点，红点代表需要收缩的应力区，绿点代表需要拉伸的延展区，每一个光点旁边还标着需要敲击的力度和角度。林柱深吸一口气，握紧木锤。林柱说：“钣金这门手艺说白了就是揉面。”一边说一边举起锤子，钢板内部有劲儿，你顺着他的劲儿敲，他就听你的话。话音刚落，林柱一锤子砸了下去，砰的一声闷响在车间里炸开，木锤精准砸在一个红色的应力点上，跟着林柱手腕猛地一抖，锤子借着反弹的力道弹起，又迅速落下，砰砰砰，锤子落下的速度越来越快。林柱根本不需要停下来看，眼睛死死盯着系统给出的受力图谱，他每一锤都精准砸在系统标注的光点上。林柱大喊一声：“边缘要拉伸，锤子得带点斜劲。”手腕一转，木锤边缘重重擦过钢板边缘，肉眼可见那块硬邦邦的钢板在锤子的连续敲击下，真的开始微微向下弯曲。老陈在一旁看傻了眼，他干了30年钣金，从来没见过这么敲的，别人敲钢板都是死力气往下砸，砸得坑坑洼洼再慢慢磨，可林柱这敲法锤锤都像长了眼睛，钢板不仅没起坑，反而呈现出极其平滑的弧度。林柱头也不回的吼道：“别光看着拿锤子，老陈你带5个人负责左边那块延展区，听我的口令，我说砸哪就砸哪。”老陈猛地回过神，赶紧抓起一把锤子，大喊：“好嘞！”大伙儿听林工指挥。林柱喊左边3寸，重锤2下，砰砰2声后，又喊右边边缘，轻敲收边，带点巧劲。当当当的敲击声响起，整个1号厂房直接变成了打铁的战场，几十把锤子同时起落，敲击声震得人耳朵嗡嗡响，汗水像雨一样往下掉。理查德站在厂房门口，原本是来看笑话的，可现在脸色却越来越难看。他死死盯着那块正在变形的钢板，嘴里不停嘀咕：“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人手怎么可能控制得住金属的内部应力？这违背了材料学原理。”眼前的现实却狠狠抽了他一巴掌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那块平整的钢板在林柱和工人们的敲击下，就像一块被揉捏的面团，慢慢拱起、收缩。
缩、弯曲，整整3个小时，林柱的衣服早就被汗水湿透，但他手里的锤子一下都没停过。系统提供的光点在钢板上一个个熄灭，这意味着各个区域的应力已经完全达到流线型设计的标准。林柱大喝一声，最后一锤。林柱举起锤子，用尽全身力气砸在钢板最顶端的一个收口点上，当的一声清脆的金属颤音在车间里回荡。林柱放下锤子，长长吐出一口气，抹了一把脸上的汗，喊了声停手，拿样板卡过来测。几个质检员赶紧拿着按图纸1比1做出来的木质样板卡，小心翼翼贴在敲好的钢板上。全场死一般安静，所有人都屏住呼吸。质检员拿着手电筒，沿着样板卡和钢板的接缝处照了一圈，声音激动的直抖，说一点缝都没有，连一张纸都塞不进去，弧度误差不到0.1毫米。轰的一声，车间里爆发出震天的欢呼声。老陈激动的一把抱住旁边的工友，眼泪都在眼眶里打转。理查德脸上的血色直接退了个干净，他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林柱，连退2步。理查德脚下一滑，差点被门槛绊倒。接下来的3天，整个龙芯厂的钣金工全被林柱调动起来，没有5轴冲压机，他们就用手里的锤子。林柱亲自画线、定点，带着大伙一块一块的敲。车间里的敲击声从早响到晚，没停过1分钟。一块块带有复杂曲面的钢板被敲打成型，送到焊接车间。焊工们拿着焊枪，顺着拼接的缝隙一点点把它们咬合在一起，刺眼的弧光在车间里闪烁，焊花四溅。等最后一道焊缝冷却，工人们拿着打磨机冲上去，砂轮高速旋转，在焊缝上擦出大片火星。原本粗糙的焊疤被一点点磨平，露出里面银白色的金属光泽。最后再用抛光机打上一层细蜡。当所有的粉尘散去，大伙全围了上去。车间中央的空地上，稳稳当当停着一个庞然大物，那是一个完整的机车车头。它不再是过去那种笨重的方盒子，而是一个呈现出完美水滴状的中华鲟流线型车头。车头微微下压，两侧的曲面顺滑的没有任何死角。车灯被巧妙地镶在两侧凹槽里，整个车头连成一片，就像用一整块液态金属直接浇铸出来的一样。赵德彪站在车头前面，伸手摸着那冰冷光滑的曲面，手都在抖。理查德也挤在人群里，瞪大眼睛死死盯着车头的反光，没有坑洼，没有折痕，光线在曲面上流转的顺滑无比，这绝对是完美的空气动力学外形。不过大伙还没来得及高兴，是车台那边砰的一声闷响，一股刺鼻的黑烟顺着通风口冒出来，空气里全是电线烧焦的糊味。赵德彪脸上的笑直接僵住，拔腿就往试车台跑。几台大功率风扇赶紧对着吹，黑烟散去，牵引电机烧得乌黑，外壳烫得根本不敢碰，铜线圈全化成了一坨废铁。技术员小李急得直拍大腿说：“厂长，电机又烧了，这已经是第3台了。”老厂长气得手直哆嗦，问怎么回事？不是按最新图纸绕的线吗？小李满头大汗，指着旁边冒烟的控制柜说：“机械结构没问题，是控制系统跟不上。”小李说：“咱们的高速电机转起来，电流变化太大，国内的控制柜根本稳不住这么复杂的电流，一加速就过载烧毁。”人群后面传来一阵刺耳的笑声。理查德慢悠悠走过来，指着那台流线型的中华鲟车头，一脸看笑话的样说：“外壳敲得再漂亮有什么用？没有心脏，它就是个好看的铁壳子。”理查德双手抱胸，下巴扬得老高说：“你们龙国根本造不出交直交传动系统，这车想要跑起来，必须用我们公司的变频控制柜。”赵德彪咬着牙问：“那你们卖多少钱？”理查德伸出5根手指说：“不单卖，你们必须签合资协议，把这台新车头的专利免费转让给我们，我们才考虑成套出售控制柜。”老厂长气得脸通红，指着理查德的鼻子说：“你做梦，这是抢劫！”理查德耸耸肩，一脸无所谓说：“随你们变，反正核心的 IGBT 变频芯片，我们对你们全面禁运。没有这种高级芯片，你们就算再过50年，也造不出交直交系统。”车间里死一般安静，大伙都低下了头。小李眼圈都红了，嘴里嘟囔着：“他说的对，交直交技术必须得用最新的 IGBT 芯片，那东西就像个聪明的阀门，能1秒钟开关几万次来控制电流。咱们国内连个边都摸不到，没芯片，这车就是废铁。”林柱大步走上前，一把扯掉控制柜上烧焦的电线，转头盯着理查德。理查德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说：“林柱，你连最基本的物理常识都不懂吗？没有 IGBT 芯片，你怎么变频？”理查德嘲讽他：“难道想用嘴吹出芯片来吗？”林柱指着车间大门说：“用不着你们的破芯片，老子自己造，滚出去等着看。”理查德冷哼一声，说：“好，我倒要看看你们怎么用一堆破铜烂铁变出魔法来。”理查德一走，老厂长赶紧拉住林柱的胳膊，声音都在抖，说：“林柱啊，你太冲动了，咱们哪有芯片啊？”林柱转头看向小李，问：“库房里是不是还有一批老式的 GTO 元件？”小李愣住了，说：“GTO 那是70年代的淘汰货啊，那玩意儿又大又笨，开关速度连 IGBT 的1/10都不到，用它来做高速变频，分分钟炸机。”林柱说：“开关慢，那就用数量和算法来凑。”林柱脱下沾满油污的外套往桌上一摔，说：“把库房里所有的 GTO 元件全给我搬到实验室，再给我找2台最好的示波器和1台电脑。”赵德彪一咬牙，大吼一声，说：“都愣着干什么？听林工的，搬！”半个小时后，林柱把自己关进实验室，大门一锁，谁也不让进。几百个像砖头一样笨重的老式 GTO 元件堆在地上，林柱闭上眼睛，脑子里叮的一声，工业推演系统全功率开启，巨大的蓝色全息屏幕在脑海中展开，系统提示：推演目标，无 IGBT 芯片条件下的交直交传动系统，限制条件：仅使用老式 GTO 元件。系统随即开始降维推演运算，无数条复杂的电路图在林柱脑子里飞速重组。既然硬件不行，那就用顶级的软件算法和复杂的拓扑电路来补。普通的 GTO 像个沉重的铁门，开关一次费劲的很。林柱现在的设计就是把几十个铁门并联在一起，通过极其精准的指挥让它们轮流开关，只要配合得够好，就能达到和 IGBT 一样平滑的控制效果。林柱睁开眼，眼底全红了，他抓起电烙铁直接扑向工作台，焊锡膏烧出的青烟在实验室里散开。林柱双手稳得像机器，把一个个笨重的 GTO 元件焊接到巨大的副铜板上。
粗大的纯铜导线被他硬生生掰弯，连成一张复杂的展波电路网。头2天，实验室里传出刺耳的打磨声，门缝里飘出烧焦的松香味。第3天，林柱坐在电脑前，双手在键盘上快得只剩残影，直接手错控制算法，每一行代码都在精确计算那几十个老式元件的导通时间，误差不能超过1微秒。敲下回车键，代码成功烧录进一块国产单片机里。第4天早上，实验室的铁门咣当一声被推开，林柱顶着2个黑眼圈，胡子拉碴的走出来。他身后是一台足足有双开门冰箱那么大的铁柜子，里面密密麻麻塞满老式 GTU 元件，粗壮的铜牌和像蜘蛛网一样的控制线，看着傻大黑粗，但每一个接头都焊得死死的。车间里的人全围了过来，理查德也闻风赶来，看着那个丑铁柜子，当场笑出声，说：“林柱，这就是你闭关3天搞出来的垃圾，你用这种古董零件，只要一通电，它就会炸得连灰都不剩。”林柱看都没看他，直接指挥工人说：“接线，连上牵引电机。”几根手腕粗的电缆迅速接好。林柱走到操作台前，一把推上主电闸，啪一声闷响，变频柜里的散热风扇狂吼起来。赵德彪吓得直往后躲，生怕这玩意儿炸了。林柱握住调速手柄，一点点往前推，嗡，牵引电机发出低沉的轰鸣声，转轴开始转动，速度越来越快，声音越来越尖锐。小李死死盯着旁边的示波器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，嘴巴张得老大，说：“电流波形完美，正弦波平滑的没有一点毛刺。”小李激动的声音都劈叉了，指着屏幕大喊说：“转速1500、2000、3000转，满载运行，变频柜温度正常，没有过载。”车间里静的只能听见电机高速转动的呼啸声。老厂长揉揉眼睛，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，全是用国内淘汰的破烂零件，居然硬生生拼出了最顶尖的胶直胶传动效果，而且跑得比外资的高级货还稳。理查德脸上的笑彻底僵住，他快步冲到示波器前，死死盯着那完美的波形图，后槽牙都快咬碎了，说：“这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”理查德像疯了一样指着那个大铁柜子，说：“用 GTU 根本做不到这种高频控制，你们作弊，你们肯定是偷了我们的技术。”林柱走过去盯着他，说：“作弊？你去把这柜子拆开看看，里面有一块你们的芯片吗？”理查德没话说了，他心里门清，这种把落后零件玩出花来的复杂电路和神级算法，他们公司根本没有，也想不出来。这是纯的技术碾压，是用低端硬件加上逆天大脑完成的降维打击。车间里爆发出震天的欢呼声，工人们把帽子扔向半空。赵德彪激动的一把抱住老厂长，眼泪都下来了。机车的心脏病彻底根治了。理查德脸都绿了，死死盯着林柱，说：“别高兴得太早，就算你们搞定了变频柜，但这辆车想要上路，还需要无数个精密部件，只要我们联合起来封锁，你们连一根合格的制动管都买不到。”林柱冷笑一声，不再说话。到了晚上，大雨砸在车顶噼啪作响，而林柱打着手电，一身油污仰躺在滑板上往车底滑。定型前夜他得把关键部件再过一遍，脑子里叮的一声，系统文字弹了出来，检测到制动系统主风管存在人为切割裂纹，高频震动下爆管率100%。林柱摸向主风管背面的视线死角，果然有道极细的刀口，切口平滑，绝对是用特制工具画的。理查德这老小子白天放狠话，暗地里早买通人动了手脚，明天高速测试一爆管，车毁人亡不说，龙兴厂破产，老厂长这帮人都得进局子。德彪，把老厂长叫来。林柱钻出来抹了把机油，两人跑进车间一看刀口，赵德彪气得脸发紫，一拳砸在铁架上，说：“理查德这帮王八蛋来阴的，我这就带人去砸了他们宿舍。”林柱拦住他说：“砸了有啥用？人家咬定是零件老化，没证据拿他没办法。”老厂长急得直搓手，问那咋办？库房没备用管，外面的货全被卡死了，明天领导全来看大考，车上不去全完了。林柱走到黑板前画了2条线，说：“管子破了咱就不指望它，加根旁通气路。”他指着图纸用大白话解释，这叫伯努利原理，主风管旁边接根细副管，一旦主风管爆裂漏气，流速瞬间变大。他重重画了个圈，说流速越大压强越小，这股强气流会产生吸力，把旁边的备用阀门死死吸住，强行打通备用制动缸，主风管爆得越狠，刹车爆得越死。赵德彪眼睛直冒光，说：“这招绝了，不用换管子，直接借力打力。”林柱说：“叫几个手脚麻利的连夜焊，动静小点，别让理查德闻出味来。”林柱扔下粉笔，车间里焊枪火花闪个不停，林柱亲自切管调压，一群人熬红了眼，硬在天亮前把这套救命气路塞进车底。次日上午暴雨更大，观摩台上部里领导们打着伞皱着眉头，这鬼天气搞160公里时速测试风险太大。理查德穿着高级雨衣站在边上冷笑，他盘算着那破管子最多撑10分钟，等列车加速到极限一爆，破浪号就得砸成废铁，到时候龙国还得乖乖求他们买高价设备。汽笛撕破雨幕，破浪号像钢铁巨兽扎进暴雨，驾驶室里司机老王死盯雨刷气，手心全是汗。林柱盯着气压表，时速100、120、160，列车狂飙，车身稳得连杯水都不会洒。领导们纷纷点头。可就在列车冲向最险峻的 S 型大弯道时，意外来了，轰隆一声，前方半山腰泥石滚滚而下，滑坡冲垮防护网，死死堵住铁轨。老王嗓子喊破，说滑坡前面没路了，死命往后拉制动闸。紧要关头，车底传来砰的一声闷响，理查德动手脚的主风管终于爆了，高压气体疯狂泄漏，气压表瞬间归零。老王手指抖说气压没了，主刹车失灵，零工，咱们要撞上了。几百吨列车带着160公里时速直奔泥石流，根本停不下来。理查德举着望远镜差点笑出声，管子爆了还遇滑坡。林柱纵是神仙下凡也救不回这局面。林柱按住老王肩膀说：“慌什么？继续拉到底，眼神冷得像刀。旁通气路给我开。”话音刚落，
主风管露出的高压气体瞬间灌入副管，副管气流飙升，强大的负压像无形大手，吧嗒一声将备用制动阀门死死吸住。瘫痪的刹车系统瞬间被强行唤醒，备用制动缸瞬间充满高压气体，嘎吱一声，后视闸瓦像铁钳一样撕咬车轮，刺耳摩擦声响彻山谷，巨大制动力让列车猛地一震，车里人全被甩得前倾，车轮在铁轨疯狂摩擦，火星子成片喷涌，呲呲作响。500米、300米、100米，泥石流轮廓疯狂放大。老王闭眼死抓操作台，拎住双腿像钉子扎在地板上，死盯前方，说给老子停下！伴着最后一声尖叫，列车剧烈抖动几下，猛地一顿，林柱推开车门跳下车，顶着暴雨走到车头，庞大金属车头静静停在铁轨上，离泥石流刚好50米。观摩台上连个喘气声都没了，全看傻了眼。理查德望远镜吧嗒掉地，眼珠子快瞪出来。主风管爆裂，160时速，暴雨湿滑，居然极限刹停，完全不符合科学常识。短暂死寂后，观摩台爆发出震天响的叫好和掌声。赵德彪带工人冲出车厢，在暴雨中又蹦又跳，列车在滑坡前50米完美刹停，成了最硬核的安全广告。暴雨还在下，观摩台上的气氛彻底炸了。铁道部大领导一把推开打伞的秘书，踩着泥水大步冲到车头前，死死握住林柱沾满机油的手，连连晃动。大领导连声说好，好样的，50米极限刹停，这车神了。大领导转头指着后边发猛的专家，扯着嗓子吼，问都看见没？大领导说这就是咱们龙国人自己造的机车，他今天就在这拍板，大提速的120台机车订单选给龙兴厂，谁敢有意见，让他来找我。赵德彪一听这话，一巴掌拍在大腿上，眼泪混着雨水往下流，转身冲工人们大喊，兄弟们，咱们厂活了！工人们嗷嗷叫着抱在一起，把安全帽高高抛向半空。理查德站在角落里，脸色比地上的泥水还难看，他咬着牙死盯那辆破浪号，重重哼了一声，转身钻进轿车溜了。1个月后，京城国际展览中心首届国际轨道交通展会正式开幕，龙兴厂的展台被安排在最核心的位置，一辆擦得锃光瓦亮的破浪号车头摆在正中央，车身在灯光下闪闪发亮。林柱正给几个国内兄弟厂的技术员讲结构，人群外围传开一阵吵闹，有人喊让让，都让开。理查德带着10几个外国人，身后跟着一大群扛着长枪短炮的外国记者。理查德一行人挤开人群走了过来，理查德下巴扬得老高，拿鼻孔看人。他走到车头前敲了敲车壳，阴阳怪气的笑出声，说林厂长，1个月不见，你们这表面功夫做得越来越好了。不过嘛，造火车可不是敲铁皮，你们这车能跑起来确实让他意外，但大家心里都清楚，核心技术是从哪来的。一个外国记者立刻把麦克风对到林柱脸前，问林先生，理查德先生的意思是你们抄袭了西门公司的技术，请问是真的吗？林柱扫了那记者一眼没搭理，直接盯着理查德说，理查德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。他说他们抄袭，证据呢？理查德冷笑一声，从包里掏出一叠文件，甩得哗哗响，说证据，整个欧洲的机车核心技术专利都在他们几家大公司手里，你们龙国根本没有自己的底层研发能力，你们那个变频算法还有刹车系统绝对是破解了他们的控制板。他越说越来劲，声音直接盖过展厅广播，说林厂长，他今天把话放在这，你们这车在国内跑跑就算了，只要敢迈出国门一步，他们立刻向国际法庭起诉你们侵犯专利，到时候你们不仅要面临巨额罚款，这破车还得全部拉去炼钢。外国记者们疯狂按快门，闪光灯晃得人睁不开眼，国内几个技术员气得脸都红了，攥着拳头就要往上冲。赵德彪瞪着眼睛骂道，放你娘的屁，这都是我们林厂长带着大伙熬夜干出来的。林柱一把拦住赵德彪，冷笑一声，脑海里叮的一声，系统面板弹出，上面文字提示全套国际专利矩阵的进度条，早在半个月前就已经走到100%。林柱等的就是今天。林柱说，理查德，你是不是觉得只要你们不卖技术，我们龙国人就只能一辈子跟在你们屁股后面吃灰？林柱往前迈了一步，死盯理查德。理查德摊开双手，一脸傲慢说，这是事实，没有我们的专利授权，你们连一颗合格的螺丝钉都造不出来，这就是国际标准。林柱猛地转头大吼，去你娘的国际标准，老赵上货。赵德彪愣了一下，立马反应过来，转身冲进休息室。没过半分钟，他推着一辆平板小车狂奔出来，车上堆着半米高用牛皮纸袋装的文件，每个袋子上都印着日内瓦国际专利局的鲜红大印。全场立马安静，所有人都盯着那些文件。林柱大步走过去，抓起最上面一本厚厚的文件，直接拍在理查德胸口上。理查德没防备，被砸得退了一步，双手下意识接住。林柱指着文件封面大喝，睁开你的眼睛看清楚，这是基于龙国复杂电网环境研发的交直交变频核心算法，我们在日内瓦注册的全球独家专利，你们那套老掉牙的算法在我们的电压波动下早就烧毁了，谁稀罕抄你们的？理查德愣在原地，低头看了一眼封面上的英文和红印，眼皮猛跳。林柱根本不给他喘气机会，转身又抓起2本文件，狠狠砸在旁边的展示桌上，发出一声闷响，这是高寒防风沙转向架结构专利，你们的车在东北零下40度就冻趴窝，我们的车能在暴风雪里跑160。啪，又是一本砸在桌上，这是非对称空气动力学车头外形设计专利，风阻比你们的型号低了15%。啪，泥石流紧急制动防抱死系统专利。啪，高强度耐磨受电工材料专利。林柱双手翻飞，一本接一本文件砸在桌上，整整45项底层核心专利在桌上堆成一座小山，每一声闷响都像一个巴掌，狠狠抽在理查德和那帮外国专家的脸上。理查德手忙脚乱翻开手里那本变频算法专利，只看2页，脸上的血色就退得干干净净。他身后的外资技术总监凑过来看了一眼，直接倒吸一口凉气，用英语尖叫，见鬼，这算法逻辑比我们的先进整整1代，他们把我们下一代研发的路线全给堵死了。这话一出，理查德浑身一哆嗦，手里的文件哗啦一声掉在
在地上。他死盯桌上那座专利小山，额头冷汗直往下流。这45项专利像张大网，把轨道交通核心技术全包圆了。以后不是龙国机车出不了国门，而是他们外资的下一代产品只要想提速，就绝对绕不开林柱手里的专利。这回是他们被卡脖子了。理查德结结巴巴地说：“你们怎么可能？”双腿软得直打晃。林柱双手撑桌，身子前倾，死盯理查德。林柱说：“你们觉得搞技术就是坐在空调房里画图纸？告诉你们，这些专利是我们龙国工程师在车间里拿命拼出来的。现在你还想告我们侵权吗？”理查德张着嘴，半个字憋不出来。他带来的外国记者一看风向不对，立刻调转镜头，对着专利文件疯狂按快门。理查德喊了声：“走，赶紧走！”一把推开挡路的记者，带着外资代表挤出人群，夹着尾巴溜了。展厅里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，赵德彪带着技术员们疯狂鼓掌，手掌都拍红了。林柱转身大步走到展台最高处，一把抓起麦克风，整个展厅直接安静，所有人都仰头看他。林柱掷地有声宣告：从今天起，龙国铁路标准由龙国人自己书写。国际展会大获全胜，龙兴厂彻底出名，拿下一大批订单，全场高兴得像过年。但林柱连庆功宴都没去，转头就扎进保密车间，160公里的技术壁垒砸碎了，外资的脸也打肿了。可林柱心里清楚，这只是刚起步，想把铁路大动脉的控制权攥在自己手里，就必须死磕200公里时速的动车组，这是一道死坎。半个月后，环形铁道测试线，赵德彪站在测试车厢里，冲对讲机扯着嗓子喊：“加速，继续给油，把速度提上去！”测试车在铁轨上狂奔，仪表盘指针一路猛飙，150、160、170，指针刚逼近180公里，车顶一阵刺耳的金属摩擦声响起，砰的一声，车顶爆开一团刺眼的蓝白电火花，车厢灯光闪了2下，彻底黑掉，速度表指针迅速回落，测试车失去动力，靠着惯性往前滑了一段，缓缓停在铁轨上。赵德彪气得一巴掌拍在控制台上，震得茶杯直跳，骂道：“又他娘的断电了！”林柱推门走进车厢，沉着脸没吭声，直接顺着车厢外的铁梯爬上车顶。车顶负责给列车供电的售电弓已经变形了，碳滑板边缘全是被电弧烧黑的痕迹，连着的高压线也被扯得松松垮垮。赵德彪跟着爬上来，看着烧黑的售电弓急得直抓头发，问林总工：“这已经是这个月烧坏的第5个了，只要速度一过180，这玩意儿就在电线上疯狂乱跳，一跳就断电，一断电就拉弧闪火，根本跑不起来啊！”林柱蹲下身，摸了摸滚烫的碳滑板，眼神发狠，说是风。赵德彪愣了一下，问风。林柱站起身，指着车头方向说：“对，气动离线，速度越快风阻越大。列车时速达到180公里以上时，迎面撞过来的气流会在售电弓周围形成乱七八糟的涡流，这些涡流把售电弓往上抬又往下压，受力不稳，自然就跟电线脱离了。”赵德彪听得直吧嗒嘴，问：“那咋整？咱们把弹簧调紧点，死死压住它。”林柱摇头说：“没用，弹簧太紧会把上面的接触网电线磨断，太松风一吹就跑。现在的售电弓是对称形状的，在高速气流下，这种对称结构就是个活靶子，根本扛不住风的撕扯。”回到实验室，林柱立刻调出系统，脑子里叮的一声弹出蓝色虚拟面板，工业模拟系统已启动。当前任务：200千米每小时动车组受电弓气动外形优化，正在建立流体力学模型。警告：模拟失败，失败原因：缺乏高速混沌气流下的真实物理边界数据。当前时代传感器精度不足，无法捕捉瞬间风压变化。林柱盯着面板上的红字，眉头拧成死结。系统卡壳了，不是系统不够强，而是90年代国内的硬件设备太落后，风洞实验室里的老旧传感器反应太慢，根本测不出200公里时速下风是怎么撕扯售电弓的。没这些基础数据，系统算力再高也白搭。林柱猛地转头喊老赵去风洞实验室。半小时后，龙兴厂后山的风洞实验室里，巨大的轴流风机发出低沉轰鸣，几个技术员满头大汗地调整售电弓模型。一个年轻技术员指着屏幕上乱成一团的波浪线，急得快哭了，说：“林总工，传感器全装上了，但是数据跳得太厉害，根本没法用。”林柱大步走过去，盯着屏幕看了一会儿，一把扯掉身上的白大褂。林柱声音不大，但透着一股狠劲，说：“把传感器拆了。”赵德彪瞪大眼睛问：“拆了？那咱们拿什么测？”林柱转身指着风洞测试台中心说：“拿我测，拿几根粗麻绳过来，把我绑在售电弓模型旁边。”整个实验室一下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盯着林柱。赵德彪第一个跳起来，一把拽住林柱的胳膊说：“你疯了，那是风洞，200公里的风速能把人直接吹飞，风里夹着沙子能把你的皮刮下来一层，你不要命了。”林柱一把甩开赵德彪的手，双眼通红说：“我传感器反应慢，但我有知觉，我要亲自进去感受气流走向，只有知道风从哪来往哪刮，压力点在哪，我才能设计出破局的外形。”赵德彪死死堵在风洞入口，死活不让开，说：“不行，绝对不行，你是厂里的主心骨，你要是出点事，咱们这项目就彻底黄了。”林柱盯着他，手指重重戳在桌面图纸上，说：“老赵，外资就在外面看咱们笑话呢，他们巴不得咱们永远卡在160公里上不去，今天这风洞我不进，咱们就永远造不出自己的高速列车，让开！”赵德彪眼眶红了，咬牙死盯了林柱10秒钟，猛地转头冲技术员吼：“还愣着干什么？去拿最粗的军用安全带，拿防风服，拿头盔。”10分钟后，林柱穿上厚重的防风服，戴着全封闭头盔，被4根粗壮的军用安全带死死绑在风洞中央的测试台上。他旁边就是那个等比例缩小的售电弓模型。赵德彪通过对讲机说：“林总工，测试随时可以终止，你只要抬一下右手，我们立刻拉闸。”对讲机里传来赵德彪发颤的声音。林柱深吸一口气，大吼：“别废话，开机，直接上150！”嗡的一声，巨大的风机叶片开始旋转，整个实验室地面跟着震动，狂风呼啸扑面。林柱感觉胸口像被大铁锤狠狠砸中，一下喘不上气。林柱在头盔里大喊：“加
上180，风速猛增，狂风变成刀子疯狂拉扯林柱的身体，4根安全带绷得笔直，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。林柱死死盯着旁边的受电工模型，狂风中那个对称的金属架子开始剧烈抖动，上下乱跳，脑子里叮的一声，系统疯狂运转，检测到宿主处于极端气流环境，正在连接宿主神经感知系统，物理压强数据采集中。林柱感觉身体变成了巨大的人形传感器，风砸胸口是正面迎风阻力，风刮两肋是侧向涡流，头顶一阵阵抽吸感是低压区在作祟。林柱咬紧牙关说左侧压力大，右侧形成了真空涡流，在脑子里疯狂记录身体传来的剧痛感。他终于明白为啥对称结构不行了。列车在轨道上跑，周围地形、接触网支柱，甚至两车交汇时的空气波，都会让气流变得极度不对称。用对称的架子去扛不对称的风，不被掀翻才怪。林柱喉咙里挤出嘶哑的吼声，继续加上200。对讲机里赵德彪急得大叫不能加了，安全带快撑不住了。林柱吼道我让你加，轰，风速推到极限，200公里时速的狂飙气流在密闭风洞里发出刺耳的尖啸。林柱感觉五脏六腑都要被吹移位了，头盔剧烈震动，防风服死死贴在身上，勒得骨头发疼，但他眼都没眨，死死盯着受电工模型。那一秒，他脑子里的系统面板爆出耀眼蓝光，无数条气流线在面板上画出来，结合他身体感受到的真实压强，一张完美的空气动力学受力图终于成型。数据采集完毕，气流边界模型建立成功，开始推演最优外形。推演完成，非对称异形受电工结构。外面传来赵德彪扯破嗓子的吼声：停机，快停机！风机缓缓降速，狂风停了。林柱整个人瘫软在安全带上，大口喘粗气，汗水把防风服里层全泡透了。赵德彪带人冲进风洞，手忙脚乱解开安全带。赵德彪一把扶住往下滑的林柱，问林总工：你没事吧？手刚碰到他胳膊就吓了一跳，问怎么这么烫？体力透支加上风吹，林柱体温直接飙升。林柱被跌跌撞撞扶出风洞，头晕目眩，浑身烧得像火炉。但他一把推开要背他去医务室的技术员，直接扑到制图桌前。他一把抓起铅笔，手抖得厉害，但在图纸上画出的线条却嘶狠。林柱边画边念叨：不对称，要把左边导流板做成机翼形状，右边做成扰流槽。赵德彪看着图纸上那个一边高一边低、形状怪异的受电工，瞪大眼睛问林柱：这形状，风一吹不是更歪了吗？林柱猛地抬头，眼底全是血丝，说我要让风变成推力。环形铁道试验场风刮得呼呼响，林柱刚退烧，脸白得吓人，死死盯着测试车的监控屏幕。车顶上那架怪异的非对称受电工正稳稳贴着头顶的电线，车速表指针一路狂飙，160、180、200。赵德彪一巴掌拍在大腿上，眼睛瞪得溜圆，说成了。受电工一点没飘，死死咬着线拧。话音刚落，车顶砰地爆出一团刺眼蓝光，火花像下雨一样往下掉，把车顶绿漆烧得直冒黑烟。测试车猛地断电，靠着惯性往前滑了上千米才停。林柱推开车门跳下去，抬头一看，头顶那根粗壮的导线断成2截，断口全烧化了，软趴趴垂在半空。理查德穿着黑风衣，带人慢悠悠走过来，抬头看了一眼断线，撇嘴笑了。理查德摊开手说：林，你们的车跑得快，受电工也有创意。理查德语气轻蔑地指出他们的电线太软了，200公里时速摩擦生热，普通铜线根本扛不住，直接化了。赵德彪气得脸通红，说理查德少说风凉话，换根粗点的线就行。理查德伸出一根手指摇了摇说：粗点？不，这是材料学的问题，你们需要高强度的铜镁合金线，正好他们公司有现货，1米只要50美金。赵德彪倒吸一口凉气说：1米50美金？理查德抢钱啊，咱们国家要建上万公里的提速铁路，光买电线得花多少钱？理查德耸耸肩说：那是你们的问题，要么掏钱，要么你们的车永远停在160公里。林柱冷着脸往前走了一步，死死盯着理查德说：几根破铜线也想卡我们脖子？理查德做梦，我们自己造。理查德冷笑一声，转身就走，说那他祝林柱好运，材料学可不是画2张图纸就能变出来的，他等着看我们笑话。回到厂里，林柱连水都没喝，直接在脑子里唤醒系统，系统提示音响起，目标锁定高强度接触网导线，开始推演最优工艺路线。推演完成，使用连续挤压冷拉拔工艺，通过极限挤压与急速冷却，强行锁住铜合金内部晶格，大幅提升屈服强度。核心参数要求挤压力达到1200吨，冷却时间不能超过0.5秒。林柱拿着工艺单，拉着赵德彪跑遍市里3家大铜材厂，全吃了闭门羹。厂长们一听要1200吨挤压力，头摇得像拨浪鼓。民用厂的设备根本扛不住这么大劲儿，强行上非得炸炉。林柱站在大街上直皱眉，赵德彪挠着头说：林总工，要不咱们去西郊红星厂碰碰运气，那是老军工厂，以前造大炮弹壳的，那有几台重型液压机，劲儿大。不过林柱转头问不过什么，对方说不过那厂子快黄了，今天正发散火费呢。林柱说了声走，去红星厂，拽开车门，一脚油门踩到底。红星厂大院里全是荒草，老厂长孙大炮蹲在台阶上抽闷烟，面前放着个破麻袋，里面全是零钱。几百号工人低头排队领那几10块遣散费，眼眶全红了。吉普车一个急刹停在院里，林柱跳下车冲过去，一把按住装钱的麻袋。林柱盯着孙大炮大声喊：孙厂长，别散伙，跟我干一票大的。孙大炮抬起头，接过图纸看了2眼，苦笑着踩灭烟头。孙大炮指着参数说：林总工，你这是要命啊，1200吨挤压力，还得瞬间冷水拉拔，我们这老掉牙的机床，管子非得憋爆不可，炸炉要死人的。林柱一把揪住孙大炮衣领说：设备我来改，出了事我担着。理查德1米线要我们50美金，咱们的钱不能这么被洋人抢走，你这造过炮弹的厂子，连根铜线都不敢拉。孙大炮看了看周围不甘心的老工人，猛地一拍大腿：他娘的，
干，死也死在机床上。接下来3天3夜，林柱吃住都在车间。他用系统推演出每一个容易爆的受力点。工人们找来最粗的螺纹钢，把液压缸死死焊住，水管全换成军用高压管。第4天早上开炉，一根通红的铜合金圆柱体被铲车送进重型挤压机进料口。林柱站在控制台旁，扯嗓子吼：“合模，加压！”操作员满头大汗，拉下操纵杆，巨大的液压泵发出轰鸣，整个厂房地板都在震，灰尘往下掉。孙大炮死死盯着压力表，嗓子都喊劈了：600吨、800吨！老旧机床嘎吱嘎吱响，周围工人吓得直往后退。操作员大喊：1000吨！林总工，管子要撑不住了！液压管接头处已经开始往外飙黑油，滋滋漏气。林柱冲上前一把推开操作员，说：“继续压，不到1200吨，金格锁不住。”亲自握住备用加压阀，死死往下压。砰的一声，一根固定用的钢筋直接崩断，擦着林柱肩膀飞过去，砸在墙上，砸出个大坑。孙大炮吓得脸都白了，扑上去拉林柱：“林总工，快停，要炸了！”林柱死咬着牙大吼：“不能停！1200吨，就是现在！放冷水！”几条高压水枪对着模具出口猛喷，冷水砸在高温模具上，瞬间爆开，白气呼呼往上冒，眨眼间填满车间，什么都看不清，只有机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，大家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过了1分钟，机器声音停了，白气散去，模具出口处一条暗金色导线笔直伸出来，表面亮闪闪的，一丝裂纹都没有。林柱大步走过去，抓起一把剪钢筋的重型液压剪，对着导线狠狠夹下去，咔嚓一声，火星子直冒，导线上连个白印都没留下，液压剪的刀口却直接崩掉一块铁皮。测试员抱着检测仪器跑过来，手抖得连笔都拿不住。测试员咽了口唾沫，声音都在抖。抗拉强度超过理查德标准30%，导电率完全达标，咱们造出来了。车间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过了5秒钟，轰的一声爆发出掀翻屋顶的欢呼声，工人们抱在一起又叫又跳，有的直接跪在地上拍着大腿哭。孙大炮死死抓着那根暗金色导线，粗糙的手指一遍遍摸着。这个50-60岁造过大炮的硬汉，眼泪大颗大颗往下掉。导线造出来了，国产动车的血管彻底打通。龙兴厂全员连轴转了半个月，硬把第一列原型车拼了出来。今天是试车的大日子，银白色的钢铁巨兽被死死固定在滚震试验台上，流线型车头亮闪闪。这试验台就像给火车定做的超级跑步机，底下全是一排排大钢轮，火车轮子压在上面跑，车身原地不动，底下的轮子转多快，就等于火车跑多快。要是这关过不去，车子一上铁轨就得散架。车间里人挤人，孙大炮带着厂领导和老技术员全围在控制台后，连室里都派人来盯着，大家大气都不敢喘。林柱站在最前面，攥着对讲机死盯墙上的大屏幕。林柱对着对讲机喊各部门汇报情况：动力系统正常，制动系统正常，试验台润滑系统正常。林柱点头一挥手开始提速，操作员猛推杆，车间立马响起低沉轰鸣，底下的钢轮子带起火车轮子一起狂转，大屏幕上的红字蹭蹭往上跳，100、150、180，风声越来越大，车轮转得看不见影，带起的风把安全网吹得哗啦啦直响。操作员扯着嗓子大喊：时速突破200了！孙大炮激动得直搓手，咧嘴笑：好小子，真造出来了！理查德那帮外国佬不是说咱们连160都跑不稳吗？今天非把他们脸打肿！林柱死盯屏幕，数字跳到210、220。就在这时，控制台猛地闪起大片刺眼红灯，照得屋里像着了火。滴滴滴的尖锐警报声扎进所有人耳朵，紧接着试验台底下传出嘎吱一声怪响，直接盖过了机器轰鸣。孙大炮笑容一僵，问怎么回事？负责试验台的老专家老李手脚并用扑到屏幕前，看了一眼数据，整个人猛地一哆嗦，脸都白了。老李扯着嗓子吼坏了：2号滚轮主轴承温度狂飙，超过警戒线了！话没说完，几十吨重的试验台哐当一声巨响，像疯牛一样剧烈乱抖，震动顺着地面传开，水泥地直接裂开好几条缝，车间里的人被震得摔倒一大片，头顶的大灯管啪啪脱钩砸碎，玻璃碴子崩得到处都是。老李吓得声音都劈叉了，说共振，发生致命共振了！共振可是机械测试的鬼门关，频率一对上，大桥都能晃塌。老李急红了眼，说快拍急停，台子要解体了，伸手就要去砸控制台上的红按钮。林柱一把死死攥住老李手腕，硬把他拽开，喝了声住手。老李气得直跳脚，说你疯了，再转下去轴承一碎，几十吨的台子炸开，铁片能把咱们全削死在这。林柱双眼通红，说现在按急停死得更快，时速220急停，巨大的惯性会直接撕烂车身，车厢飞出去，整个车间都得平。老李愣住，冷汗直冒，问那怎么办？眼睁睁看着他炸吗？林柱说了声我来，一把推开操作员，自己坐到控制台前，脑子里叮的一声，系统瞬间激活，警告，检测到极度危险共振，频率145赫兹，试验台结构完整度狂降，预计15秒后解体，解决方案计算完毕，建议改变单侧电机扭矩，打破对称受力，强行错开共振。林柱双手砸在键盘上，手指快出残影，他要走险棋，既然频率对上了，那就硬扯断它，用不对称的力量把火车拽出死亡频率。林柱边敲键盘边吼：左侧1号、3号电机扭矩下降20%，右侧2号、4号电机超载运转，给我拉到120%。旁边的人听得头皮发麻，老李吓得直哆嗦，说林总工不能这么干啊，左右受力不均，左右受力不均，底盘会被直接扭断。林柱头都不回，死盯屏幕上狂跳的波形图，说断不断我说了算，闭嘴看着。嘎吱，砰一声巨响，底盘连接处崩出10几米长的火星子，一颗拳头大的螺丝钉被震断飞出，当地砸穿控制室玻璃，碎玻璃划破林柱手背，他眼皮都没眨一下。有人大喊要炸了，快趴下！哗啦一下，
车间里的人全捂头蹲到机器后面，孙大炮也被俩年轻工人死死按在地上。整个控制台前只有林柱一个人死死钉在椅子上，试验台晃得越来越凶，连带火车也左右摇摆，快要翻车。屏幕上的共振波形图狂飙，眼看要冲破红线，最后5秒，林柱死咬着牙说还不够，右侧电机再加5%，一指头砸下回车键，轰的一声闷响，试验台猛地往右倾斜，发出刺耳的撕裂声。就在大家以为台子要炸，火车要上天时，那股能震碎5脏6腑的抖动突然一停，刺耳的金属摩擦声瞬间消失，狂暴的轰鸣也变得平顺，引擎最终化作了低沉有力的嗡嗡声。林柱长出一口气，汗水把衣服全湿透了。他快速敲键盘，把两侧电机扭矩一点点调回平衡。车间里安静的吓人，只剩滚轮飞转的风声。躲在机器后面的人大着胆子探出头，只见庞大的圆形车稳稳当当趴在试验台上，车轮转成一团黑影，平稳的像停在原地，一点震动都没了。老李连滚带爬扑到控制台前，死盯数据看了3遍才敢信。老李激动的结巴说，轴承温度开始下降，共振频率完全错开，试验台保住了，测试车也保住了。老李一把抱住林柱胳膊，说，林总工，你这是神仙手段啊！林柱硬生生把共振给掰断了。孙大炮从地上爬起来拍拍灰，扯着嗓子大笑，说，有林柱在，再大的灾难压下来，他也能咬牙扛住顶回去。车间里再次爆发出狂吼，工人们挥着扳手帽子，脸都激动红了。林柱没回头，死盯大屏幕测速仪，数字还在往上跳，230、240、250、250千米每小时的完美数据在屏幕亮起，宣告国产动车诞生。而滚震台测试完没到半个月，这台银色动车组就被火车头拉到了西北大戈壁的环形测试线。大西北的太阳像个火炉死命烤，铁轨烫得能煎鸡蛋，空气都在打晃。外籍观察员理查德穿着防风夹克，脖子上挂着工作牌，说白了他就是外资巨头派来挑刺的。这老外站在铁轨边拿手扇风，一脸不耐烦地盯着列车。理查德说，林柱，你们在实验室跑出250公里的数据，我承认有2下子。理查德指着远处的黄沙撇嘴说，但这可是戈壁滩。理查德说，这沙子细得像面粉，风一吹哪都钻。理查德说，我们欧洲最先进的车到这儿也得趴窝，你们这车跑不完半圈。理查德说，电机就会进沙子烧掉，纯属烧钱玩游戏。林柱戴着安全帽，手拿对讲机，连个正眼都没给他。林柱拍拍后视的车皮，说，理查德，那是你们欧洲的车不行。林柱说，今天就让你看看啥叫龙国造。正说着，天边颜色变了，蓝天边缘猛地翻起一道黄龙，越卷越高，像几十米高的土墙朝测试线压过来，风猛地刮大，吹得人睁不开眼，拳头大的风滚草贴地乱飞，沙子打在脸上生疼。孙大炮从远处跑来，边跑边吐嘴里的沙子，安全帽都快吹飞了。孙大炮说，林总工，赶紧把车拉回库房，这风太邪乎了。老李死死抱住电线杆，扯着嗓子喊，说这车金贵着呢。老李说，电机要是吸满沙子，这几个月的心血全打水漂了，快撤。理查德一看这阵势，吓得赶紧钻进吉普车，临上车回头喊。理查德说，林柱，老天发脾气了，你们这温室里的玩具赶紧收起来，别连个全尸都留不下。周围技术员全慌了，七手八脚准备挂车头。林柱一嗓子盖过风声，大步走到车头前，指着黄沙墙。林柱说，都给我住手，撤什么撤，老子大老远把车拉到大西北，等的就是这场沙尘暴。孙大炮急得直跺脚，说，林总工，这可不是开玩笑。孙大炮说，这沙子连石头都能打穿，电机进气口一堵散热就完了，车非烧了不可。林柱一把拉开驾驶室门，说，烧不了，所有人上车，准备通电发车。大家全傻眼了。理查德从车窗探出头，像看疯子一样盯着林柱，问林柱，真要在沙尘暴里发车？理查德说，在沙尘暴里跑是让车去送死。林柱指着理查德说，他是观察员，上来记录数据。林柱说，不敢上就滚回欧洲去。理查德脸涨得通红，一咬牙推开车门，爬上动车，说了声好。理查德说，他倒要看看这车怎么死在半路上。车门关死，狂风被挡在外面。林柱坐进主驾驶位，双手推开操作台开关。林柱报告受电弓升起，接触网供电正常。林柱喊牵引电机通电，走，一把将加速手柄推上去。动车组发出一声轰鸣，车轮死死咬住铁轨，庞大的车身迎着黄沙墙一头扎进去，车窗外立马黑了，啥也看不见，只有黄沙贴着玻璃疯狂摩擦，发出刺耳的撕拉声。外头风声大得吓人，车厢跟着微微晃。理查德死抓座椅扶手，死盯温度监控屏，他太清楚动车的毛病，只要跑起来电机就需要大量空气散热，外面的沙子会顺着进气口全吸进去堵死散热片，不出5分钟，电机温度就会标红线宕机。理查德说，看吧，1分钟内进气口就会报警。理查德咽了口唾沫，嘴硬道。林柱靠在椅背上，摸出口香糖丢嘴里嚼着。林柱让孙大炮报电机温度，孙大炮死盯屏幕，声音发抖报1号电机65度正常，2号电机64度正常。理查德愣住了，解开安全带凑过去看，2分钟过去，温度线平稳的像一条直线。理查德急得大叫，不可能，外面的沙子浓度这么高，空气滤网早该堵死了。理查德急得大叫，声音里满是不可置信。林柱冷笑一声，吐了个泡泡，问理查德，谁告诉他用的是滤网？理查德瞪大眼问，不用滤网那沙子怎么挡？林柱问理查德，听说过迷宫吗？敲敲屏幕上的结构图。林柱说，这叫迷宫式防沙散热流道，这套设计靠的根本不是硬堵，空气夹着沙子吸进车体后，要经过几道弯绕流道，沙子重空气轻，气流在流道里猛打几个转，沙子就被离心力直接甩到底部排沙口，顺风吹出去了，最后进到电机里的全是被甩干净的纯空气。风沙越大，气流转得越快，排沙效果反而越好，这可是系统拿出的暴力破解方案，专治各种不服。理查德是个内行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，问林柱利用了流体力学。理查德说，这种设计怎么可能造得出，加工精度要求太高了，流道稍微粗糙一点就会产生乱流。林柱说，龙国工人一锤子一锉刀磨出来的精度，理查德这辈子都理解不了。林柱懒得废话，加速手柄再次往前一推，车速表数字开始狂飙，120、160、200。在黑漆漆的特大沙尘暴里，这台龙国造的动车组就像钢铁巨龙，顶着狂风狂
狂刹，以200公里的时速疯狂贴地飞。车厢里稳稳当当，桌上放着的一杯水，连水波纹都没怎么晃。孙大炮看着数据，激动的直拍大腿，喊林总公审了，电机温度一点没涨，排沙口工作完全正常，沙子全吐出去了。老李在后面捂着嘴，眼眶通红，一个劲念道：好车真是好车啊！理查德瘫坐在椅子上，死盯车速表上的200，半天憋不出一句话。他引以为傲的欧洲技术，这会儿被碾得粉碎。半个多小时后，前方猛地亮了，动车组一头冲出沙尘暴，阳光重新照进驾驶室，晃得人睁不开眼。林柱拉下制动手柄，列车稳稳停在测试线上，车门一开，一群人抢着跳下车。动车组外壳被沙子打得灰扑扑的，漆面膜花了一层，但整体一点没坏。林柱拿着螺丝刀走到车头底下，3两下拧开1号牵引电机的检修盖招手。林柱叫理查德过来看看，理查德跑过去掏出白手套戴上，伸手在电机进气口和散热片上用力一抹，拿出来一看，白手套还是白的，没有沙子，一颗都没有，里面干干净净，只有一点正常灰尘。理查德的手停在半空直哆嗦，他在铁路干了30年，从没见过哪台车能在特大沙尘暴里跑200码，跑完电机还干净得很。欧洲做不到，美洲也做不到，但眼前这个20多岁的龙国年轻人做到了。理查德深吸口气，摘下白手套揣进口袋，他走到林柱面前，脸上的傲气全没了。他掏出笔记本和钢笔垫在车皮上，低头写下报告。98年，龙城国际会议中心顶上的水晶灯亮得刺眼。今天是龙国高铁大动脉项目的国际竞标大会，线路规划几万公里，上千亿的投资砸下来，谁吃上一口都能撑着。全球能造高铁的巨头，跟闻着血腥味的鲨鱼似的全跑来抢肉吃。德系代表史密斯穿着一身高级西装，靠在真皮椅背上端着咖啡，跟旁边的日系代表井上嘀嘀咕咕。史密斯说：“这帮龙国人根本不懂什么是高铁，咱们几家昨晚不是开会说好了吗？把价格死死咬住，1分钱都不降。”史密斯一脸吃定了龙国的表情，说：“不管他们怎么求，核心的变频技术和空气动力学数据绝对不能给。”井上连连点头，笑得眼睛都快没了，说：“没错，他们那破工业基础，连根合格的高强度螺丝钉都造不出来，咱们就把淘汰下来的旧技术包装一下卖给他们，照样能赚得数钱数，到手抽筋。”坐在后排的理查德端着水杯没吭声，他看着前面几个老外那副牛逼哄哄的德行，心里直摇头。这帮蠢货根本不知道自己今天面对的是个什么级别的怪物。上午9点，大会开始，龙国铁道部的王部长坐在主位上，脸色绷得很紧，底下的龙国工程师们也都捏着一把汗。史密斯第一个晃着膀子走上台，解开西装扣子，指着背后的大屏幕，语气傲得不行。史密斯说：“各位龙国代表，我们花了1个月时间考察过你们的路线。”史密斯摊开双手，撇着嘴说：“说实话，太糟糕了，有东北的冻土层，有西北的沙漠戈壁，还有西南的大山，凭你们自己的本事，别说造车了，就是铺铁轨，100年也修不出来。”台下龙国代表团的人气得直咬牙，几个年轻工程师拳头都攥紧了。史密斯装没看见，接着提条件说：“为了帮你们解决这个大麻烦，我们愿意提供整车，但条件有3个。第一，每公里造价2亿，1分不能少。第二，所有维修保养必须由我们的工程师负责，你们的人连螺丝都不能碰。第三，权限必须用我们的欧洲标准。”这话一出，会场里直接炸了锅，这哪是合作，这简直是拿刀架在脖子上抢钱。车坏了还得求爷爷告奶奶请老外来修。井上也站起来帮腔说：“史密斯先生说的非常对，如果不接受我们的条件，你们就只能回去开时速几10公里的绿皮火车了。”王部长气的一拍桌子，刚要开口骂人，砰的一声闷响，大厅里一点声音都没了。林柱迈着大步走上台，直接把半个砖头厚的文件盒重重砸在演讲台上。他死死盯着史密斯问道：“说完了？说完了就带着你的破铜烂铁滚下去。”史密斯脸立马涨得通红，瞪着眼喊道：“你是个什么东西，敢这么跟我说话？”林柱一把抢过麦克风说：“我是龙国动车组总设计师林柱。”声音在大厅里震得人耳朵嗡嗡直响。你刚才说的那堆破烂欧洲标准，在我们这儿连张擦屁股纸都不如。全场的老外都愣住了，他们跑遍全世界竞标，到哪儿不是被当大爷供着？今天居然被个20多岁的龙国年轻人指着鼻子骂。史密斯气得直跳脚，指着林柱的鼻子骂道：“你太狂妄了，你们连个像样的车轮子都造不出来，你们连风洞实验室都没有，拿什么跟我们比？拿嘴吹吗？”林柱冷笑一声，脑子里意念一动，滴，系统数据已同步，全景极端气候测试报告生成完毕，已接入外部显示设备。林柱按下讲台上的投影仪开关，大屏幕画面一闪，直接切到一张满是数据的对比图和动态视频。林柱拿起激光笔点在屏幕上说道：“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，一列银白色的动车组正在暴风雪里狂奔，车头劈开半米深的积雪，速度一点没减。这是东北零下40度的极寒测试，你们吹上天的欧洲车，在零下20度管路就得冻裂趴窝。我们的车跑到了200公里每小时，所有部件运转正常。画面一切变成了黄沙漫天的戈壁滩，狂风卷着石头砸在车皮上。这是西北12级沙尘暴测试，你们的车一进沙子，电机就得烧毁。我们的车跑完全程，电机里连一粒沙子都找不出来。”林柱语速极快，一段段录像，一组组系统生成的超高精度受力分析图，跟大耳刮子似的狠狠抽在这些外资巨头的脸上。史密斯额头上的冷汗立马冒了出来，他死死盯着屏幕上的3维透视图，嘴里直哆嗦。史密斯说：“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，你们这是造假，这是用电脑做出来的假数据。”井上也慌了，跟着大喊大叫说：“没错，龙国人最喜欢骗人，大家别信他们连测试设备都没有，怎么可能测出这么详细的数据？”林柱根本不搭理他们，目光越过人群，直接看向后排。林柱说：“理查德先生，麻烦你跟这帮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说2句。”理查德深吸口气，站起身，他这一站
站起来，全场的老外都闭嘴了。理查德可是国际轨道交通协会的顶级专家，出了名的严苛死板，谁都认识他。理查德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份盖着红章的报告，高高举起。理查德说：“我用我30年的工程师名誉担保，林柱先生展示的所有数据全部真实有效。”理查德的声音不大，但字字砸在老外们的心口上。理查德说：“我全程参与了戈壁滩的测试，那不是造假，那是一个工程奇迹。他们的技术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在座的所有人。”大厅里静的连调跟针都能听见。史密斯一屁股瘫在椅子上，脸白的像纸，颈上的嘴巴张得老大，半天合不拢，手里的笔吧嗒一声掉在地上。林柱双手撑在讲台上，身子前倾，目光跟探照灯似的扫过全场，声音跟刀子似的硬。林柱说：“现在我来定规矩，第一，想参与我们的大动脉项目，必须带着核心技术来合资，而且所有合资项目必须在龙国建厂生产。第二，所有技术标准必须按照我们龙国的标准来，你们那些没吃过苦的欧洲标准在这儿行不通。第三，价格由我们定，谁觉得亏本，大门在那边，现在就可以滚。”林柱顿了顿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不接受我们的条件，那我们龙国就自己建。”这话一出，外资阵营直接崩了。刚才还说要联合起来死咬价格的老外们，这会儿全慌了神。龙国已经有了自己的技术，根本不怕封锁。现在谁要是走了，剩下的肉汤就全被别人喝光了。法系代表第一个跳起来，满脸堆笑的往前跑。法系代表喊道：“林总，王部长，我们愿意合资，技术全给，价格好商量。”井上急得直接推开前面的椅子，连滚带爬的往前挤，生怕落后一步，喊道：“我们日系也愿意，我们连夜修改方案。”史密斯看着刚才还凑在一起商量怎么坑人的盟友立马倒戈，气得胸口发闷，但也只能咬着牙，高高举起手喊着要求重新谈判。20多年后，京城高铁站，玻璃顶棚透着大太阳，照的站台亮堂堂的，底下黑压压挤了得有大几千人，记者们扛着摄像机，闪光灯咔嚓咔嚓闪个没完。林柱站在红线外，他快60了，头发花白。今天这种大日子，别人都穿西装打领带，他偏偏穿了件领子磨破的旧蓝工装，在一群人里特别扎眼，但他站得笔直，眼睛死盯着轨道上那个银灰色的大家伙，车头尖的像子弹，挂着大红绸，侧面喷着3个红字：复兴号。25岁的工程师陈亮举着平板，满头大汗从人群里挤出来，冲到跟前，把屏幕凑过去，手指抖。陈亮说：“最后一遍数据核对完了，网络响应不到1毫秒，功率10000千瓦，254项核心技术，没用老外一行代码和一个零件，这套系统100%全是咱们自己造的。”林柱接过平板，看着满屏的绿色通过标志，手指头也跟着抖。他拍拍陈亮的肩膀，说了声“好小子”。陈亮挺直腰板说：“您不知道，刚才有几个外国记者来挑事，问咱们是不是又套了国外的壳，用的还是理查德的电机。我直接把几百页专利清单甩他们脸上，全是咱们龙国字。那帮老外脸都绿了，屁都没放一个就溜了。”林柱听完笑了，他抬头看着大太阳，回想起1994年那个夏天，那时候龙兴厂穷得发不出工资，理查德那帮外资高管坐在空调房里喝咖啡，指着他们鼻子笑话，说龙国人就是一帮修自行车的，一辈子也造不出能跑160公里的火车，没图纸没设备没钱。林柱带着老工人光膀子在废料堆里扒拉零件，大铁锤砸着铁板，火星子直往脸上崩，老工人手上全是血泡，硬靠一双手敲出了第一个转向架。后来环形铁道上立着不倒的硬币，把理查德的脸打得啪啪响。大暴雨泥石流里，破浪号一脚死杀咬住铁轨，救了一车人。大漠戈壁测试受电工，林柱把自己绑在车顶，顶着12级大风差点把命交代了。以前是求着别人卖落后技术，不给就干瞪眼，现在咱们不仅追上了，还把老外远远甩在后头。从今天起，全世界的高铁标准得由咱们龙国人说了算。老厂长王部长拄着拐杖走过来，老头快80了，背驼得厉害，走一步喘一口粗气。他推开旁边搀扶的人，老头咬着牙一步步往这边走来。林柱赶紧迎上去扶住他，说：“老领导，医生不是让您在医院躺着吗？”王部长瞪眼骂了一句：“放屁！这么大的日子，我就是爬也得爬到站台上来。”硬走到复兴号跟前，他扔掉拐杖，伸手摸上冰凉的车身，眼泪顺着皱纹往下掉。王部长声音直抖，说：“老林啊，你摸摸这铁皮，这里头跳的是咱们自己的心，没外国图纸，没外国零件，全是咱们一锤子一锤子干出来的。”林柱也把手贴在车身上，大声说：“是啊，老领导，咱们不用再看别人脸色了。今天这车一开，理查德那帮人这辈子都别想卡咱们脖子，想用咱们的技术，就得乖乖掏钱按咱们规矩办。”王部长用力拍了拍车身，连声说好。广播里响起提示音，由京城开往海市的复兴号列车即将发车，请工作人员做好准备。站台上立马安静了，几千双眼睛死死盯着列车，连调跟针都能听见。林柱扶着王部长退后2步，司机室门关上，没轰鸣没柴油味，400多米长的列车发出一声低沉的电流风鸣，车轮开始转动，太稳了，车身滑出去，没一点磕碰杂音。站台大屏幕亮起，左边是车厢画面，右边是速度数据。车厢里，一个记者把1元硬币立在窗台上，列车加速，窗外景物飞退，那枚硬币稳稳立着，晃都不晃一下。屏幕右边的速度数字开始狂飙，50公里、100公里、200公里、300公里。陈亮攥紧双拳，脸憋得通红，跟着屏幕大吼：310、320、330、340。滴的一声，数字死死定在一个红树上不动了。350公里每小时，站台上直接炸了锅，几千人扯着嗓子欢呼，有人把帽子扔上天，几个老工人跪在地上捂着脸大哭。陈亮跳起来抓住林柱的胳膊猛摇，嗓子都劈了。陈亮说：“林总工您看，350公里，咱们做到了，世界第一了。”复兴号带起强劲的气流刮过站台，列车以350千米每小时冲了出去。林柱看着陈亮这帮年轻人开口，林柱说：“下一站是咱们龙国的真空管道磁浮时代。”